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如何去疗愈自己忧郁或躁郁的心情。我们都知道，现在在所谓的 AI 的时代，就是以前是网际网络的时代，现在是人工智能的时代。每一个人的生活步调非常的快速，而且也很担心在不久的将来，很多人工智能都有可能取代人固定规律劳动的工作。那所以这些焦虑感或者失望感或者是忧郁感，无时无刻都是在增加的。有些人有福报，工作很平顺，家庭也很美满，但是呢，就是每天在抱怨出去吃喝玩乐的时间跟金钱不够，因为缺乏一个感恩惜福的心情，去珍惜自己所拥有的。这种人他也很痛苦。那有一类的人呢，是他饭也不够吃，住的地方也没有个固定，生活极度的困苦。这种的身体的苦受的确是非常的困难去克服。所以不管是你顺遂的人生不顺遂的人生，都会让我们拥有焦虑、恐惧、忧郁。那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负面的情绪，让它不要去影响我们的生活呢？这个就是我们要从佛陀的智慧学习的。一般而言，我都会鼓励居士们能够每天可以诵一些佛经或持一些咒语。那大部分的人现在因为非常的忙碌，诵经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持咒就成为一个非常简易可以入门修行的方法。比如说你想要改变自己的运势，每天就是听大悲咒、楞严咒或准提神咒，让这些咒语的加持可以加持你厄运消除。当各位的厄运消除的时候，自然福气福报就会累积，因为咒语本身是具有极大的加持。所以你在不管自己持诵，或者你只是在放，然后自己在听，或者你放没有在听，你只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让它一直放，这个都是累积一个善业的功德。那这些功德善业就像一般世俗人他赚钱一样，他一直赚一直赚，那赚的钱就可以去还债。那个债就像过去生中积欠冤亲债主这些债务就可以还掉。那当然慢慢还掉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诸事吉祥了，身体变好了。那这时候千万不要停止你的修行，反而你要更加倍的去修，更加倍努力的去累积福报跟资粮。这个就是一个很简易的修行的方法跟法门。那如果大家都能够认清楚这一点的话，那你就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。那因为现在大家很多的网络都是吃到饱，就是没有任何限制的。那所以很多时候都可以让手机或者电脑，比如说白天要上班出门的时候，你在家里就可以放咒语，好让它一直循环式的放咒语。那这些都是增加很强的正能量的磁场在你的居家环境。那因为这个放咒语这件事情是你做的，所以你的身业，就身体的这个善业你照做了。即使这些咒语不是你持诵的，可能是播放我们油管 YouTube channel， 就是我们的频道的咒语，那这些咒语本身是直接加持你的家人的。那你的心有多广，你得到的加持就有多大，就是这么的简单。所以为什么你会注意到，尤其在疫情之后，
不管是洋人或者我们华人，对于咒语的持诵跟咒语的学习，就呈现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学习的力量，因为他发现这是一个最容易修行的方法。因为现代人非常的忙碌，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深入经藏。那如果能够先从学习持诵咒语开始，自然而然你就可以消除一些障碍，累积一些功德。就像你把过去生你欠人家的还人家了，那你这辈子就会诸事越来越顺利跟吉祥。那这时候你千万不要停止你的修行，你反而要深入经藏。好，那慢慢的你就可以开始学习像念心经，好，或持大悲咒，成为你固定的一个习惯跟学习。那这样子你就能够持续的去累积正能量，持续的去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。这样子就算你人生当中遇到一些负面的事情挫折，你都有更大的力量去面对它，突破它跟超越它。那我今天就想用这个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法。第一，就是可以学习持咒作为你每天的修行。那希望对大家有所注意，我们下回见，阿弥陀佛。